你是何人？要逐我去路。无伤剑，剑无伤。剑不错，但你不该来北阳。 六弟，怎么不还手？当年你不是皇室百年一遇的武道天才吗？如今连顾一拳都接不住了。什么天才？不过是红衣暗余孽，母族满门获罪，他能活着已是父皇开恩。5年前，所有人都以为我已经成了废人。 他们以为我经脉尽毁，武道断绝。母妃、外母他们不会谋逆，孩儿去求父皇，孩儿去查清楚。景南，这宫里不是有理便能活，也是真相太轻，权势太重。吃下它。此丹名为风脉丹。 服下之后，你一身功力会尽数沉寂，经脉如沸，根骨如混。从此，天下人都会以为你再不能修武。母妃，你要孩儿做废人？不是做废人，是活下去。青南，你记住，龙困浅潭不是败，潜龙在渊只待风雷。今日你若锋芒太盛，必死在这宫墙之内。只有让他们觉得你无用，你才有机会走到最后。 那母妃呢？往后的路你要一个人走。青南，别哭，帝王之家，眼泪救不了人。把今日的痛、今日的辱全都记住。等有朝一日潜龙出渊，再让这天下好好听你说话。活下去，替母妃，也替你外祖一家活下去。红衣案之后，六殿下算是完了。母族没了，母妃也没了，自己还废了。这样的皇子，活着也只是碍眼。 帝旨：六皇子苏青南母族涉红衣旧案，朝野议论难平。念其年少体弱，不宜久居京师。即日起封北凉王，前往北凉就藩，无诏不得返京。青南，你可有怨？儿臣谢父皇容安。母亲。 孩儿要去北阳了。今日我以废人之身离京，来日若潜龙出渊，孩儿定倾覆一切。所以说，龙生九子，还各有所好呢。堂堂大前六皇子，陛下嫡亲的血脉，混到被一脚踹到这鸟不拉屎的北凉，封了个听着威风，实则屁用无有的北凉王，这跟流放有啥区别？兄台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听闻这位六皇子现在该叫北凉王了。年幼时也曾聪慧，颇得陛下欢心。可惜呀。 外祖家牵扯进16年前那场红衣案，满门倾覆。他自己嘛，据说练功急于求成，走了岔子，伤了根基，从此武道无望。一个母族有罪，自身又成废人的皇子，留在京城岂不是碍眼？打发到这北凉苦寒之地，眼不见为净罢了。可不是嘛！我还听说，这位王爷到了北凉，整日就是闭门不出，要么就是带着他那几个歪瓜裂枣的菩萨在城里闲逛，买些不值钱的破烂玩意儿把玩，半点正事不干。北凉匪患成灾，边关不宁，他可曾管过？我看啊，陛下让他来北凉，就是让他自生自灭的。可怜他那指腹为婚的未婚妻喽，听说还是中州什么大门派的仙子般人物，这婚约
怕是悬喽。好俊的娘们儿！贵客光临，快请进，快请进。这天杀的鬼天气，楼上还有雅间，清静。不必。小姐，这地方真是鱼龙混杂。那些人说的可是真的？那位北凉王殿下当真如此不堪？这一路行来，听到的皆是此类言语，想来空穴不来风。小姐，这婚约……这人的气度与喧闹的客栈，外面的风雪，与一切都格格不入。他像是一个误入此间的旁观者。北凉王算个球，不过是个失势的废物皇子。真正让老子心惊的是另一件事。凉州无伤剑，剑无伤，诸位可都听过？剑圣之名，谁人不知？那位10年前便已踏入不败天境，一柄秋水剑拜尽天下高手，实实在在的剑道魁首。哼！什么狗屁剑圣！今日白天，有人在凉州与北凉交界的老鹰圈发现了他的尸体。什么？不可能！剑圣死了，千真万确，而且死状极惨。他那柄名震天下的无伤剑被人一剑生生斩碎，剑柄不翼而飞。谁？到底是谁？谁能杀得了剑圣？莫非是陆地神仙出手了？现场残留的剑气，据说纯粹凌厉，霸道至极。却并非已知任何一位陆地神仙的路数。这乌木峡狭长，无伤剑消失的剑柄，莫非？不可能！我在想什么？酒里有毒，是蒙汗药，还是极品的那种？掌柜的，你们是什么人？为何下毒？这药力是千机软筋散，你们不是普通黑店。有点见识，可惜晚了。诸位相逢即是缘，可惜这缘分今日得断了。自我介绍一下，北秦镇武司胡图鲁九品大宗师。北秦？他们是北秦的细作。我武道争霸在即，杀了你们这些南前的江湖人行商，尤其是还有青云宗的高足，想必能给大钱添点堵，灭几分威风吧。也算我等为陛下、为北秦略尽绵薄之力。混账！小姐，老奴拼死拖住他们，您速退。
这些人是北秦精锐死士，不可力敌。青云宗的仙子果然名不虚传。放心，吴某会给你一个痛快，尽量不伤了你如花似玉的脸蛋儿。毕竟我北秦的勇士也惜花。你倒是镇定，喝了加料的酒还能坐着？队长，跟着装神弄鬼的人废什么话？看他穿的最是富贵，说不定是条大鱼，先拿他开到机器。怎么动不了？安静。内急外放，凝水成膏。滚啊你！阁下究竟是谁？我镇武司副司属马上就到，那可是入道玄境的人物。阁下若是能留下这个匣子，我可做主放你骑去，如何？白姑娘，前方30里便是寒风渡，那里有家客栈，虽简陋，却能暂避风雪，也好给马匹补些热水干粮。您看是否稍作修整？头儿，里面这位白姑娘到底什么来头？长得可真他娘的带劲儿，就是冷了点。这一路南下，兄弟们冻成冰坨子，她倒好，在里面暖暖和和。闭嘴！是不该问的别问。管好你直接派下来的，此次潜入大前，一切行动都听他调度，包括我。连秦副司您这等大高手都要听这位白姑娘号令？这白姑娘没半点内力，分明是个普通人。哼，乳臭未干，加快些，赶到客栈。本姑娘堂堂陆地神仙境，这个姓秦的果然和她的名字一样蠢。哼！这是剑无伤，是剑圣的无伤剑。剑圣的本命神兵被人一剑斩断了。一剑斩碎无伤剑，抹杀不败天境剑圣的人，就是眼前这个戴面具的人。我刚才竟然还想抢他的木匣，找死！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为何随身携带剑圣的断剑？难道他就是那个碾压剑圣的恐怖存在？此人的修为究竟到了何等地位？前辈，晚辈有眼不识泰山，冒犯前辈虎威，晚辈这就滚，立刻滚，绝不敢再污了前辈的眼。我的牛肉面还没上，我这就去做。不要放葱花。是。
好了，前辈可还满意？太好了，这煞星终于要走了。这股气场，站住！这些人是你杀的？好胆，杀我镇武司的人，今日你必须给本座一个交代。头儿，跟他废什么话？宰了他！走！且慢。这白姑娘一点修为没有，今天是完蛋了。当思念飞过夜空，缠绕指尖停留，美得像一场梦。你要救他。背影转身后，吞噬在人海中。放过他，或者我杀了你。杀我？Never try, never see, never, never know, never find, never see, never let you go. 有意思，没想到这里还能遇到一个勉强能看的。
羽凡一搏破晓，这已是近乎于神仙的境界了。陆地神仙，2个陆地神仙，这怎么可能？这可是传说中破虚飞升的存在。这等传说中的人物，为何会出现在北凉苦寒之地？我究竟卷入了什么可怕的漩涡？眼前的2人竟是陆地神仙！全兵战破！可惜，寒冰道韵纯净剔透，已近乎本源。气血之中隐有异香，生机澎湃，远超常人。重伤之后，这异香更浓。难怪年纪轻轻便能踏足此境，原来是传说中的美妖。那么伤，那么远，那么痛，那么爱，那么恨，那么浓。完了，翻车啦！此人怎么一点不怜香惜玉？他怎么知道我是民妖？难道要被带走当血库了吗？我还没给族人报仇呢。现在你落在我手里，你说你也不想自己民妖的身份被暴露出去吧？要么驾车，要么跟他一样。驾车，小人驾车，前辈饶命，饶命！
走。这等存在，那废人简直如萤火，比之皓月，心潮漾开。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他一面？小姐，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需尽快前往北凉城。走吧。长这么帅，天天戴个面具，那么爱装。迷妖，真是久违的名字了。传说中得天地钟灵，却又被天道所弃的一族，天生经脉宽阔，亲近各种属性的天地元气，是绝佳的武道胚子。所以啊，你们的下场无非几种：运气好的，从小被圈养，定期取血，成为某些大势力或老怪物的血库，苟延残喘。运气差点的，被抹去神智，练成只听命令的战厨或药奴。至于女的，你到底是谁？为何知道这些？我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比如，你们这一族并非天生地养，而是上古某个触碰了禁忌的宗门，以秘法融合异兽与人类血脉弄出来的失败品。再比如，你们血脉中的异香并非无法掩盖，需要一种生长在极阴寒潭深处的明犀草，配合特殊功法才能彻底消去。看你的样子，显然是没用过，或者没机会用。真爱装，还闭着眼说话，所以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那里面是什么？一把残剑。凉州剑无伤的佩剑。你究竟是何身份？你真想知道？我姓苏，名青南，大前皇帝第6子，受封北凉王。北凉王，大前六皇子苏青南？不可能！传闻中，六皇子因外祖家获罪被发配，练功走火入魔，导致根基尽毁，是个终日闭门不出的废人。你怎么可能是苏青南？你说的那个废人，就是我。为什么不可能？就因为那些江湖上人人皆知的传闻。传闻说我练功走火成了废人，可我若真是废人，方才那柄血枪是谁拧的？木匣里剑无伤的剑，又是谁拿的？传闻说我懦弱无能，闭门不出。可我若真不出门，这北凉的风雪，边关的匪患，城中的百姓，又该由谁来管？虽然我也没怎么管。前辈，
到城门口了，但城门关了。去北门。这是北凉，天下人口中的苦寒流放之地，竟是一座不夜城。直走，最大的府邸。谁呀？这大半夜的，原来是殿下。他看起来腐朽不堪，可我能感觉到，他体内藏着足以斩断光阴的绝世锋芒。你这北凉王府到底藏了多少？老贺，处理干净。好的，殿下。挑水不兴波，扫地何吐纳。苏青南，你这北凉王府，连个扫地的杂役都是九品大宗师。北地鲜寒，下人们总得练点防身之故，免得被怕风雪吹跑了。姑娘，喝口热茶暖暖身子。王爷吩咐了，这西暖阁最是清静，您好生歇着。房顶一个，窗外一个，门外一个，3道绝顶高手的契机锁死这座暖阁。你们王爷真是看得起我。姑娘真是冰雪聪明，那您歇着，我先告退。怎么样？我这王府还住得惯吗？满府的怪物，深不可测的北凉王，你到底想做什么？没那么复杂，他们不过是一些无处可去或者不愿再去别处的人，恰好聚在了北凉，又恰好愿意听我几句话而已。别兜圈子了，你抓我来，究竟是为了什么？杀了我取血？你的血对我没用。那你……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一个冥妖，而且是如此年轻就踏入陆地神仙境的冥妖，不在你们族中圣地躲着，怎么会跑去大前，还让北秦镇武司的副司给你当护手？不想说，还是不敢说？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不过，在你说之前，我们可以先做点别的。王爷，酒菜备好了。先吃饭。你穴道被封，气血不畅，久了伤身。我这府里的厨子手艺还行，凑合吃点。这王府的厨子手艺这么好，这包子看着好香啊！宁做撑死鬼，不做饿死鬼，开吃！饭也吃了，现在可以聊聊了吗？白姑娘，或者说，我该叫你白离。闽瑶族千年不遇的冰魄玄体，3岁觉醒血脉，5岁踏入武道，10岁大宗师，20岁便已触摸到陆地神仙的困坎。可惜你们一族藏身的玄冰谷，3年前被一伙神秘人攻破，族人死伤殆尽，只有你和少数几人在外历练，侥幸逃脱。逃脱之后，你隐姓埋名，与北秦某个极其有权势的人物达成了某种协议，北秦助你复仇，追查当年灭族的元凶，而你则用你的能力或者你的血脉为北秦效力。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玄冰谷被攻破之事，外界绝无可能知晓，除非……别误会，攻破玄冰谷的不是我，也不是大钱。事实上，我对那伙人的身份也有些兴趣，因为根据我查到的一些线索，那伙人很可能与我正在调查的另一些事情有关。你们冥妖一族除了血脉特殊，是否还世代守护着某样东西，或者某个秘密？看来我猜的没错，玄冰谷被攻破，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抓捕冥妖这么简单。你到底想怎么样？我说了，我对你的血没兴趣，但我对你们冥妖守护的秘密，对当年攻破玄冰谷的线索，以及你与北秦达成的具体协议
很有兴趣，我们可以做个交易。交易？对，交易。把你所知道的一切告诉我，配合我调查一些事情。作为交换，我可以为你提供庇护，真正的无人敢动的庇护，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我会帮你。又给他装上了！那帮人这么强，他凭什么能打过啊？我倒要看看他哪来的自信。你凭什么？对方很强大，超乎你想象的强大。现在，你觉得我凭什么？好，我答应。玄冰谷确实不只是我们民妖一族的栖身之地，谷底最深处有一座古老的祭坛，祭坛之上供奉着一件东西，或者说是一块碎片。碎片？族中最古老的记载不详，只说那是仙嘴传下的圣物，与民妖一族的起源有关，必须世代守护，绝不容有失。它具体是什么，有什么用处，连族长也不完全清楚，只知道它与其他几种本源力量有关。所以，攻破玄冰谷的人，首要目标是那块黑色碎片。这也是我后来才想明白的。当时袭击来得太快太突然，对方显然对玄冰谷的防御了如指掌，避开了所有明哨暗卡。他们人数不多，但每一个都强得可怕。等我接到消息赶回去时，看到的只有满地族人的尸体。后来呢？你怎么确定与北秦有关？又为何选择与北秦合作？我逃离后隐姓埋名，暗中追查。我发现玄冰谷被攻破前后，北秦边境几个镇的驻军有过异常调动，且镇武司的一些精锐高手曾短暂消失。更重要的是，我族中有一门秘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感知到那块碎片的气息。3年来，我辗转各地，唯有2次，在靠近北秦都城上京方向时，血脉有过极其微弱的悸动。虽然无法精确定位，但碎片很可能就在北秦，甚至就在上京。所以，你主动找上了北秦王室？不完全是，是北秦的人先找到了我，准确说，是北秦那位长公主莹月。莹月，那位据说体弱多病，常年深居简出，却在北王朝产拥有莫大影响力的长公主。正是她。她不知如何得知了我的真实身份和遭遇，派人秘密接触我。她承认，当年袭击玄冰谷之事，北秦皇族内部有人参与，但并非皇帝和他本人的意思。那黑色碎片如今就在上京，被那股势力秘密掌控着。他愿意帮你，代价呢？他承诺会帮我夺回碎片，并查出当年参与袭击的具体人员，交给我处置。但作为交换，我需要为他效力10年。这次你南下是什么任务？你确定会庇护我，帮我复仇？你已经有答案了，不是吗？处理掉2个人。大前皇帝苏萧和他身边的大太监韦夺佛。你猜到了？你告诉我的这些很有价值。这些线索和我正在调查的一些事情似乎能连起来了。你到底在调查什么？又为何会对米妖和那块碎片如此了解？以后你会知道的。禽兽死在这里，你落入我手，无论真相如何，在北秦那边看来，你都已是背叛。莹月或许会保你，但那股夺取碎片的势力绝不会放过你。所以，你给我的庇护依然有效。从你答应交易的那一刻起，你就是我北凉王府的客人。只要在这北凉地界，除非我点头，否则没人能动你分毫。那块碎片还有袭击玄冰谷的势力，很可能与我追查的禁忌有关。合作对我们双方都有利。以茶代酒，庆祝我们达成共识，也预祝合作愉快。进来。王爷，何事？王爷，柳家那边的人递来的拜帖，青云宗圣女柳思雨明日辰时将正式登门拜会王爷，了结旧约。他倒是来得快。寒风渡一战，恐怕已经引起了一些有心人的注意。另外，京城那边好像也有几道目光投了过来，该来的总会来。
既然都这么好奇，那就让他们看吧，看看我这北凉到底是流放废人的苦寒之地，还是能埋葬一切野心与算计的龙兴之所。属下明白。小姐，时辰差不多了，走吧。找谁啊？劳烦通传，青云宗圣女柳思雨依约前来拜会北凉王殿下。青云宗圣女？哦，好像是有这么回事。王爷说了，来了就直接进去，在正厅等着。老人家，圣女已至，可否通报王爷一声？王爷还没起呢，你们先坐，先坐。这不是厨子，这是功力深厚的铁匠之手。老赵，今天的包子是不是又偷工减料了？肉馅剁得不够碎。放屁！老子剁的馅儿，能看见一粒完整的肉丁，都算老子输。不信你过来尝尝。火候是到了，但这花椒还是放多了点儿，抢了肉香。这北凉王府处处透着诡异。这是那个废人。青云宗柳思雨，见过北阳王殿下。柳圣女远道而来，辛苦了，坐。殿下想必已知思雨来意。昔日长辈戏言，定下婚约，实属儿戏。如今你我道路不同，此约我想已作废。不日我就要成就九品大宗师，亲妃。天山剑手李玄风问见芍药姑娘。这等人物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北凉王府？还指名道姓，要问见一个无名之辈。问见芍药姑娘，芍药是谁？啊！烦死了！侍候殿下吃饭的活儿又被抢。这身法，这怎么可能？芍药姑娘，李某苦修20载，寒疾剑意终有所悟。听闻姑娘曾于北境冰原一剑破去家师留下的寒玉剑碑，特来请教。李剑手，那都是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我当时就是路过，看那碑文刻得歪歪扭扭不好看，随手抹平了一下而已。天山剑派正宗之宝寒玉剑碑，蕴含天山剑道真意，坚不可摧。在这红衣侍女口中，竟然只是刻得歪歪扭扭不好看，还随手抹平。既如此，便请姑娘再借李某此剑。
李剑手，你这寒气有点凉飕飕的，我家王爷刚起，可别冻着了。怎么会如此？力大金刚地境。好，李某今日便以手中之剑亮一亮金刚地境的深浅。天山九剑，寒星坠。借君几缕芳魂，演一场风月。吴老鬼，你这徒弟剑意倒是越发纯粹了。这寒星坠使得有模有样，可惜火候还差了点。那女娃娃用的是异剑，不对，更像是佛门的心印化物，好生古怪。年纪轻轻，竟有如此境界，何止是境界？你看那府里其他人的反应，你那宝贝徒弟打生打死，人家该吃饭吃饭，压根没当回事儿。这说明什么？说明这种场面在人家北凉王府怕是司空见惯。哼，我那徒儿尚未尽全力，胜负犹未可知。哦，那我们打个赌如何？我赌你那徒弟撑不过一炷香，输了的人把那坛百年醉仙酿拿出来，如何？你倒是打得好算盘，那坛酒我存了30年，赌就赌，我赌玄风至少能与那女娃战成平手。哈哈，一言为定。看吧，你那徒弟要出绝招了。天山九剑，终极奥义，永继冰河。终究是繁花，承载不住太多意。去。北凉王府规矩，上门问剑者，败，则需在王府待上1年，以劳役抵偿冒犯之过。还有这庭院维修费、花草损失费、惊扰王爷用膳的精神损失费，零零总总呈会1万两白银。李剑手，是现银还是银票？你们这是抢劫！抢劫？抢劫哪有这个来钱快？哈哈哈哈哈！吴老鬼，看见没？一炷香都不到，你那坛百年醉仙酿是我的了，快拿来！好一个北凉王府，好一个金刚地境，欺人太甚！老夫倒要看看你这王府的门槛到底有多高！
这吴老鬼拜10年了，脾气还是这么急。半步陆地神仙又如何？那北凉王府的门是那么好进的？这等漠然姿态，简直狂妄！老夫倒要看看你有何倚仗！谁呀？大早上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找谁啊？天山伍佰，特来拜访北凉王，了解门下弟子之事，速去通传。扰人清梦，真没规矩。放肆！装神弄鬼！哎呦，差点摔死老子！这破路也不修修，差点摔死老子！诛心剑，断红尘。九气化剑意，歌声贺天道。你是酒神贺知良，那个20年前一醉入陆地神仙，然后消失无踪的酒神贺知良。唉，什么酒神不酒神的，老头子我就是个看大门的。不过老头子，我劝你，趁王爷现在心情好像还不错，赶紧带着你那宝贝徒弟，该赔钱赔钱，该干活干活，别在这儿杵着碍眼。伍佰小子，你这诛心剑练的是有点模样了，可惜啊，心不静，意不纯，沾了太多红尘俗念，离那真正的神仙门槛还差得远呢。贺前辈，晚辈不知前辈在此隐居，冒犯之处，还请海涵。只是晚辈那不成器的徒儿，你那徒弟技不如人，按规矩办事儿，有什么好说的？1年劳役1万两银子，少一个子儿都不行。前辈可否通融一二？赔偿之事好说，只是这劳役，规矩就是规矩，雷凉王府的规矩，王爷定的，想改问王爷去。
对了，你刚刚也战败了，呈会1万两白银。这就对了嘛，识时务者为俊杰。柳圣女，婚约之事，你既心意已决，本王亦不强求。玉佩，你收回；文书，留下。自此之后，你我婚约作废，两不相欠，各奔前程。送客。是，王爷。柳生女，请。小姐，您没事吧？我没错，退婚是对的，必须退。他终究只是个被皇帝厌弃、流放北凉的皇子，被困在这宫寒之地。再多的奇人异事追随，也不过是偏安一隅，图个自保罢了。他的世界只有这方寸北凉，而我柳思雨的世界是广阔的江湖，是至高的大道，是青云宗，是未来的陆地神仙。我离开他，断绝这门亲事，是斩断枷锁，是解脱。我将走得更高更远，看到更广阔的天地。他北洋王府再诡异，再深不可测，与我何干？怎么会？这不可能！面具人带走了白姑娘，她现在却出现在王府里。难道说，她就是？这两个身份，苏庆南和面具人，会不会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如果苏庆南真的是那个面具人，那我今日的退婚，岂不成了天底下最大的笑话，最大的有眼无珠？不会的，一定是巧合，绝对不可能。北地散人王恒特来拜会北凉王殿下，恳请一见。北地散人王恒久慕王爷风采，特来拜会，冒昧叨扰，还请王爷恕罪。当你背影转身后
这位老先生，您这是做什么？快快请起，我们王爷可受不起您这样的大礼。这位想必就是芍药姑娘了。老夫王恒冒昧来访，实在是有要事求见王爷，还请姑娘代为通传。王老先生是吧？王爷刚用完早膳，这会儿正歇着呢。你有什么事儿可以先跟我说说，要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就别打扰王爷清静了。老夫前来是为凉州剑圣剑无伤之事。哦，剑圣啊，听说他让人砍了，这跟我们王爷有什么关系？老夫无意追究过往，只是剑无伤与老夫曾有数面之缘，如今他身死道消，老夫听闻一些风声，斗胆前来，只想求允老夫带回固有残剑。好吧，王老先生稍等，我去问问王爷。如果真的从北凉王府拿出了剑圣残剑，那么面具人一定就是苏青南。这就是那个匣子。真的是他，昨夜面具人手中的木匣。多谢王爷成全。王爷说了，只准你看，不准你带走。这是为何？老夫愿以重宝交换，只为带回固有残剑。王爷若嫌代价不够，尽可开口。这把残剑，王爷不会给任何人，莫说是神兵，便是拿整个天下来换也不行。王爷说了，你若真想带他入土，今正申时分来一趟大雪原寺。好吧。王恒讨要残剑，北凉王府拿出匣子。昨夜提着匣子冰封10里的面具人，就是被天下嘲笑的北凉王苏青南本人。红尘纷扰，皆是过客。小姐，我们先找地方疗伤。不，等等，我要看看。笑谁是美阳味，美的心如此相配，盼铃声心碎，为幕间他要带着剑圣的遗物去哪儿？大雪原寺。王爷，刚出炉的，您尝尝，驱驱寒。王爷，
这是我阿爷猎的雪狐，送与王爷御寒。王爷今儿个这身儿可真俊，回头我让裁缝按这个料子再给您送几匹新的去。王爷，王爷您慢走，路滑。多谢。拿着。传闻竟然是假的。小姐，这北凉似乎与我们听说的不太一样。跟上去。王爷，老夫依约前来，您既允老夫来此，为何又将剑圣一物置于这无名灵牌之前？这般轻慢故友随身欠剑，岂是君子所为？赵氏一门又是何人，值得王爷用剑圣残剑祭祀？赵铁山，北凉军前锋营第7队队正，身被创伤27处，5年前因旧伤复发卸甲归田，居于凉州边境靠山村，膝下有一子，子留有一女，名唤丫丫，年方9岁。是赵铁山在这世上最后的血脉。7日之前，剑无伤为淬炼其隐身剑，需纯阴气血为引。他听闻靠山村有一女童，生辰八字特殊，气血纯净，于是他亲赴靠山村。那9岁的孙女丫丫，剑无伤以其气血祭剑。赵铁山持柴刀拼命，被剑无伤剑气震碎全身经脉，喜其扑救，被一剑重伤，不治身亡。赵家隔壁猎户闻声来看，被灭口。村正带人赶来。被剑无伤以目睹秘法，当诛为由，尽数斩杀。靠山村，赵氏17户，83口，除当时在外走亲的3人，无一活口。剑无伤取血之后，飘然离去。据说引剑殿城，剑芒更胜3分。王老先生，你现在还觉得剑无伤这笔残剑该入土为安吗？你还觉得本王用他的断剑祭奠赵氏一门83位冤魂是辱他吗？你还觉得你以神兵消息为交换，替他求取全尸是义气吗？我不知道剑无伤他竟做出如此天理不容之事。赵老伯、丫丫靠山村的乡亲们，害你们性命的凶手，我已斩其首级。在此，今日以仇寇之剑祭尔等冤魂，愿你们泉下安息。北凉之地，只要我苏青南在一日，此等惨事绝不容再发生。北凉王高义，惭愧，剑王罪有应得，死不足惜。此剑祭祀冤魂，正当其用。老夫愿为赵氏一门上一炷香。你就算高义，但你隐藏了这么久，此番只要有心之人查证，就会知道是你做的。大前那些人知道你的实力后，定然不会放过你。为了那些平民，让自己置于危险，值得。他们不是民，是人。王爷，柳姑娘所言虽失之偏激，却也不无道理。您藏拙隐忍至今，必有深意。此番为赵氏一门出手，固然义薄云天，可一旦暴露，后患无穷啊！大前朝堂之上，那些人的心思，老夫略知一二。他们绝不会坐视北凉有您这样的存在。他们不是民，他们是人，是我北凉的子民，是我苏青南立誓要守护的人。若连为他们讨个公道都要瞻前顾后、权衡利弊，那我这一身修为守着这北凉疆地又有何用？
至于暴露，谁告诉你们，本王怕暴露？啊！这实质般的威压，怎么可能？好可怕的气息！不灭天鹰，巅峰！这是30年前销营匿迹的佛门苦行尊者。剑意通玄，这是孤河剑叶孤影。他不是16年前挑战剑神失败后，心魔缠身，自囚于海外孤岛了吗？这般阵仗，实属罕见。青云宗都没有那么多不败天境强者，这些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和苏青南倒地是什么关系？无量天尊，竟是陆地神仙清玄道长。杨先生，10位不败天境，3位陆地神仙，再加上北凉王，这等神仙阵容，北凉军前锋营第7队对付李老六。率残存弟兄23人前来祭拜对阵，祭拜靠山村的父老乡亲，敬礼。这军里没有整齐划一的动作，甚至有些滑稽和悲凉，但那股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铁血、悲壮与跨越生死的情谊，如同实质的冲击波，狠狠撞在每一个旁观者的心上。
铁山哥、丫丫，还有靠家村的父老乡亲们，凶手王爷给你们报仇了！你们可以良没有忘记你们，我们这些老家伙也终于能闭上一只眼了。李叔，还有各位叔伯，天冷，风雪大，你们不该来的。王爷，我们得来，我们得来看看铁山，看看丫丫，看看乡亲们，我们得替他们给您磕个头。李叔，不可。该磕头的是本王，是本王来晚了。15纵君称，80使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视君家，松柏种累累。10几年前，本王初来北凉时，这里是什么样子？千里边关，10日9空。城池破败，田地荒芜，朝廷的粮饷、抚恤，10城能到1城，便是皇恩浩荡。守在这里的，就是他们，就是这些15从军，一生都未曾归家，最终埋骨在此的北洋兵。当年北凉军最鼎盛时有8万，连年血战打没了，打光了，最后剩下的是800老兵，平均年龄超过60岁。800里防线10数座残城，就靠着这800白发老兵，拖着伤残之躯，拄着木棍石头，站在城头。没有粮，挖草根，啃树皮；没有甲，穿破裹麻布；没有剑，削竹为子，烧石为弹。他们身后是荒村，守着的是被天下视为累赘的高寒之地。万里一孤城，尽是白发兵。直到本王来了，本王带来了种子、工匠、医者，带来了希望。本王重建城池，开垦荒地，整顿军备。本王向朝廷征，向世家讨，甚至自己去借去取。本王要让北凉的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要让北凉的兵有甲胄，有利刃，有抚恤，有尊严；更要让所有为北凉流过血的人，老有所养，伤有所医，冤有所偿。赵铁山队正是最早卸甲的老兵，儿子战死，丫丫是他最后的念想，而剑无伤毁了这一切，所以他必须负责。他的残剑必须在这里谢罪，这就是本王的北凉，这就是本王为何在此。王爷，老师带铁山哥，带所有死去的弟兄，带北凉的百姓，谢谢您！北凉有王爷是我们的福气，我们这些老骨头还能为王爷、为北凉再站一把岗。这是烧魂刀，北凉最烈的酒。今天不是敬你，是敬你们北凉军那800个守到死都没退一步的硬骨头，敬赵铁山，敬靠山村那83口没等到今天的冤魂。铁山哥，有位大人给咱们送好酒来了，最好的酒，你们闻到了吗？红尘万丈，气节千秋，此心此志，可动天听。是北凉军旗，秦帅，是秦无敌秦大帅。王爷，末将秦无敌奉命集结北方新军10万，并悬甲铁骑8000，已于北方城外30里落英园列阵完毕，请王爷示下。苏青南竟不声不响练出10万新军，还拥有8000悬甲铁骑。他掌握的庞大力量足以与朝廷分庭克礼，他到底想干什么？诸位，今日我们在此祭奠赵铁山对证，祭奠靠山村83位乡亲，祭奠所有为北洋流尽鲜血的英魂。酒敬过了，剑也在此了，但这还不够。仇寇伏诛，
只是了结旧怨，而我们北凉还有一笔更悠远、更沉重，关乎百万生命、关乎大前尊严的旧账未算。120年前，大前武皇帝北伐，势如破竹，收复北境14州，何等煌煌武功！然而，80年前，前庭腐败，武备宗室奸佞当道，朝廷不思抵抗，竟将北境整整14州之地拱手让与。14州啊，那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城池，我们的同胞。 80年来，14州的百姓在北边苟延残喘。80年来，我北凉将士年年要在这残缺防线上拼死抵挡，多少好儿郎埋骨，至死望着的都是被占据的故土。李老六在。你老家是哪里？回王爷，冀州马兰谷。80年前，我爷爷就是被蛮子赶出来的。我爹临死前还念叨着家里的老槐树。今日在此告慰英灵之后，本王宣布，北凉新军10万，玄甲铁骑8000，即日开拔，目标收复北境14境州。我北凉之兵，凡我大前热血男儿，当以此为目标，战到底，收复14州，光复旧土。驱逐蛮虏，血战到底。王爷威武，北凉之胜。善，此乃大义之举，功在千秋。痛快，这才像话。老子这把老骨头也好久没活动了，杀蛮子算我一个。末将铁骑以唇相呛，只等王爷一声令下，收复14州，光复旧土。此战艰险无比，伤亡必重，北蛮兵强马壮，朝廷或许不会相助，甚至掣肘。现在何人要退？不退，死战不退。北凉军只有战死的鬼，没有后退的兵。愿随王爷马踏北境，血染征袍，愿不击尾，共襄盛举。满堂花醉3000客，一剑霜寒14州。好一个一剑霜寒14州！王爷这话合老头子的胃口，这趟北行算老头子一个。老子倒要看看，是北蛮的骨头硬，还是老头子的剑更利。秦将军，末将在。着你即刻返回洛英园大营整军战，3日后辰时正刻，大军开拔，兵发幽州。诺。王恒，王爷，你枪术通神，可愿暂入北洋军中，为先锋赤行营教文，监掌破阵锐士。蒙王爷信重，王恒敢不从命，必不负所托。战，诸位，北伐之战，非指军阵称杀。蛮族经营北境多年，必有高手坐镇，其人亦是相助。届时还需诸位随军侧翼旗，拔出蛮族倚仗的江湖力量，亦可自由行动，袭扰后方，乱其军心。谨遵王命。道长、先生、贺前辈，军中大事繁琐芜杂，不敢过多劳烦3位，唯请3位坐镇中枢，稳定北凉大局，必要时震慑宵小。王爷放心，北凉气运已起，贫道自当护持。文华阁已运转无碍，北凉内政民生，王爷无需挂线。北伐粮草军械早已暗中筹措完备，足之一年。老头子我呀，懒得管那些琐事，就在北凉城里喝酒。哪个不长眼的敢来捣乱？先问问老子的剑答不答？有劳3位。赵对正，
丫丫，靠山村的乡亲们，还有所有在北境沦陷中死难的同胞，你们的血不会白流，你们的冤不会永沉。待本王携北凉儿郎踏破贺兰山阙，光复14州故土，此事天地共鉴，风雪为证。我也看见天上死去传来了不要放梦，也把面前多少云烟天边至少多寂寥，之间是与月颠倒，我已经将潮飞。城内万民沸腾，无数青壮在征兵处排起长龙请求投军，妇孺们在街边赶制冬衣，商会一车车粮秣正络绎不绝运往北方，整座城市如同一架苏醒的战争机器。陛下，今年各地钱粮征收，户部已整理造册。报800里加急，北凉军报！陛下，北凉王苏清南3日前于大雪元寺当中以剑圣残剑祭奠北凉亡魂，并宣告天下，北凉10万新军，8000玄甲铁骑，已誓师北伐。苏清南，那个废物王爷，北凉哪来的10万新军？未得朝廷诏令，私自兴兵，这是僭越，这是谋反。那个被朕放逐北凉的儿子，那个被天下嘲笑的废物皇子，竟在所有人眼皮底下藏出了一支10万大军，还要收复14州。是，陛下。北凉王私自兴兵，必须立刻下旨问罪。问罪！他若真夺回幽州，天下百姓只会称他为英雄。朝廷此时问罪，岂非寒了天下人心？够了！兵部、户部、枢密院即刻合议北凉之事，退朝。韦佛陀，查，给朕彻查北凉。这些年是谁给苏清南送强粮？是谁给他送军械？是谁替他招揽高手？朝中是否有人暗中资助他，让供奉阁动起来？朕亲自修书，请天机老人出山。老奴遵旨。传密旨给镇北侯宇文飞、西凉节度使马跳，北将军北伐期间不许擅自支援。若苏清南遇险，他们知道该怎么做。退下。苏清南，你打的是阳谋，可这大钱江山还轮不到你来收买人心。北凉密报已经证实，苏清南麾下不止10万兵，还有多位陆地神仙。我们都被他骗了，什么废物王爷全是装的。苏清南占了大义，我们不能明着拦，让他去打，先2败俱伤。我们只需要让他的内部出点问题，再让江湖人去试试深浅。北凉军中必将周通、王府采买管事，还有青云宗圣女柳思雨，就是最好的一把指导。记住，此事不能让陛下借刀杀人，驱虎吞狼。我明白了。前帝请天机老人出山。陛。宇文飞、马跳按兵不动。张阁老、萧定邦准备动周通、采买管事，还有青云宗。王爷，要不要末将立刻拿下周通？不急，棋子只有动起来，才知道背后牵线的人是谁。传令王恒，先锋再放30里，凡形迹可疑者，
先擒后审。另外，给青云宗送一句话：谁敢在我身后递刀，本王先踏平谁的山门。王爷英明，属下这就去办。启奏陛下，北凉王苏清南已誓师北伐，10万新军，8000玄甲铁骑，麾下已有多陆地神仙。前帝那个被放房的儿子，前帝真是生了个好儿子，把一把刀丢到北凉，竟磨出了一柄凶器。传令黑冰台，严密监视北凉军，边境各军提高戒备，不得擅动。另派密使一路去北蛮王庭，另一路去北凉。禀王爷大帅，王恒将军一地野狼峪口，发现小股北蛮探马，已清除。王将军请示，是否抢占两侧制高点？准，令王恒天黑前肃清峪口，站住山基，中军加速，入夜前通过野狼峪。王爷，野狼峪地势险要，恐有伏兵。留下2队人马占据制高点，其余人随我继续向前10里。大王，北凉先锋已过野狼谷，主力最迟明日兵临城下。苏清南不是废物王爷吗？北凉哪来的10万大军？废物！能战剑圣、暗恋10万兵的会是废物？前国人最蠢的地方，就是喜欢自毁长墙。传令，坚壁清野，征发城中青壮上城协防。飞鹰传书王庭，请求增援。大王，派人秘密联络镇北侯和马跳，他们会帮我们。前帝比我们更怕苏清南，只要利益足够，他们就算不帮，也会坐视北凉和我们血拼。苏清南想收复幽州，本王倒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命。幽州守军约5万，城中已开始坚壁清野。镇北侯西凉暂未变动，青云宗方向暂无反馈，我军粮草充足，士气高昂。传令全军休整1夜，明日4时饱餐战饭，兵发幽州城下。末将领命。第一战要打出北凉的威风。告诉乌姆罗，也告诉天下人，北境14州，我苏清南来收了。北凉的儿郎们，前面就是幽州城。80年前，我们的祖辈在此流血，我们的姐妹在此蒙难，我们的土地在此沦丧。今日随本将夺回它！全军出击！弓箭手准备，滚木料、石热油、金枝都给本王备足了。传令各部，没有本王的命令，谁也不许擅自出击，以拓坚城，消耗敌军。是。北蛮南院大王乌莫尔以及幽州城内的将士百姓听着，本王大遣北凉王今日率王师至此，只为光复故土，解救同胞，驱逐尔等蛮夷。80年前，我大前内乱而夺我城池，然上天有好生之德，本王亦不愿多造杀孽，现给尔等一个机会，开城放下武器者可免一死，负隅顽抗助纣为虐者，城破之日鸡犬不留。黄口小儿，安敢猖狂！我大满铁骑纵横天下之时，你还没出生呢。想要幽州城，有本事就来攻，看是你北凉儿郎的头硬，还是我幽州城墙坚？放箭，给我射死这个狂妄的！举盾！当你背影
天地之力，他在引动天地之力凝聚兵器，这至少是天境，甚至陆地神仙。第一剑。第二剑。这是什么样子？救命！我动不了了！丞相在开裂。第三剑。保护大王！Never try, never see, never, never know, never find, never seek, never let you go. Ah! 北凉王无敌，王爷尊位。城门一开，全军入场。我会拥抱，我会闪躲，谁的来不陪他难过，就明天又何日后，眼神燃烧此刻冷漠，残余的北蛮士兵胆魄早已被击溃，纷纷弃械跪服。被强征的汉人青壮茫然地站在街边，看着甲胄鲜明、军纪严明的伪良军经过，全场弥漫着战后的肃杀。王爷，此人名叫文彦博，其祖父文文乃80年前欧洲城破时殉国的幽州长史。文家满门忠烈，几乎尽诺。文彦博尚在娘宝时被中途救出，一生隐姓埋名，暗中联络忠义之士，屡次反抗北蛮。此次攻城，他带人内应，功不可没。草民文彦博拜见王爷，80年了。先祖父、父兄，幽州满城忠魂，终于等到王师北定之日。文先生，辛苦了。一门忠烈，三世不忘故土，此等风骨，当为北境楷模。幽州失陷，非尔等之过。80年国耻，是朝廷之失，是大钱之痛。王爷，北境移民盼这一日太久了。幽州已复，今日之后，此城重归北凉，过往之事，首恶已诛，协从可量。凡愿效忠北凉，愿为恢复民生出力者，本王量才令用，既往不咎。愿为王爷效力。
但有3件事今日必须办成：第一，张榜安民，告谕全城，北凉军只诛首恶，不扰良民；第二，开仓放粮，清点府库与贵族家产，除留族军用，其余粮米布匹用于赈济贫弱，城中设粥棚，医治伤患。第三，所有北蛮降族全部押往城西集中看管，伤者给予医治，严密看管，不许私自虐杀，不许与百姓接触。如何处置，本王自有定夺。末将领命。曹民愿为王爷奔走，安抚城中百姓。文先生久居幽州，又暗中联络北境忠义之士。依你之见，幽州既失，北蛮王庭会如何应对？王爷，幽州失陷，北蛮王庭必然震动，但北蛮主力多集中于王庭周边，南线兵力并非铁板，乌木尔一死，其所属部族必定大乱。臣以为北蛮第一步必会固守燕山关、朔州等地，同时遣使质问前庭，联络北秦，对王爷施压。让他们来。至于其余13州，情况比幽州更复杂。80年来，北蛮迁入大量本族人口，许多豪强已与北蛮捆绑，未必愿迎王师，但底层百姓受压迫已久，心中怨气极深。只要王爷能施以仁政，施以兵威，民心仍可争取。说得好，城池可以一日攻下，民心却不能一日归附。要让北境百姓看到，北凉军带来的不是另一场劫难，而是一个活下去的希望。传令全军，幽州休整3日。文彦博，你配合军中文甄贬可用官吏，恢复府县秩序，清点户籍帖亩，以本王名义发布求贤令与招揽北境散朝令，废除北蛮苛捐杂税，鉴定15授衣。臣领命。秦将军，整顿军务，消化战利品，派出精锐赤袭，配合王横破阵营向北渗透。我要燕山关、朔州的布防兵力调动，人心动向。末将亲自安排，王爷高明。大局已定，幽州只是开始，北境14州80年沉疴，不可能一战尽除。但第一把火已经烧起来了，接下来就看谁先坐不住。谨遵王命。王爷，雪大了。吕寿，你说，幽州的雪和北凉的雪有何不同？北凉的雪更急更烈，像刀子；幽州的雪落得清闲，却更冷。因为这里的雪压着80年的亡国恨，压着无数没有名字的尸骨。但雪终会化，春天总会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片土地上积了80年的冰雪一寸一寸扫干净，让幽州，也让整个北境重新见到故国的春光。当思念飞过夜空，缠绕至从春落。等了你们一晚，终于来了。是在人海中，走不干的情。拖下去，把他们知道的一切全部挖出来。北蛮好大的手笔。王爷，都办好了。到底是哪位皇子那么想立功？4位不败天境强者燃烧精血，强行踏入陆地神仙，不惜自毁到头来刺杀我。可惜，可惜。禀王爷，南门守将来报，城外出现钦差仪仗，为首者自称礼部右侍郎杜文渊，持圣旨与枢密院文书，要求入城面见王爷。昨夜刺客刚至，今日朝廷钦差便到，这时间衔接的可真够巧。哼，来的倒快。秦将军和杨先生可知晓了？秦将军正从军营赶来，杨先生已在偏厅等候。让他们在前厅等候。传令，打开城门，放钦差仪仗入城，引至行用前广场。
不必阻拦，也不必过于礼义，依寻常藩王接旨惯例即可。王爷，这朝廷钦差此时到来，恐怕来者不善。善与不善，无非是看谁手中的筹码更重，谁的拳头更硬。本王收复幽州，他们总得有个态度。正好，杨先生也到了，便一同会会这位钦差。不必多礼，先生一路辛苦。王爷以雷霆之势定幽州，用其这点路途奔波算不得什么，恰逢其会罢了。钦差将至，诸君有何看法？王爷，末将以为，朝廷此时派人前来，无非几种可能：告诫、安抚、探查，或与昨夜刺杀有关联。秦将军所言皆有可能，但以用及对朝廷和张阁老的了解，杜文渊此来首要目的并非问罪，而是定调与设限。朝廷不敢明面否定王爷收复故土之功，核心在于通过圣旨将行动定性为擅起边私，同时以降报朝廷等理由束缚王爷手脚，为后续制衡埋下伏笔。杜文渊是张阁老的棋子，派他来既显重视，又避免激化矛盾。若昨夜之事真与朝廷有关，他或也负有暗中观察之责。先生洞若观火，既如此，我们便按先生所言，见招拆招。秦将军军务不可松懈，杨先生，稍后便与本王一同会会这位杜氏好。是。下官礼部右侍郎杜文渊，奉陛下之命，特来宣旨。北阳王殿下久违了。杜侍郎远来辛苦，请。这苏青南竟如此狂妄，连表面的客套都不顾。帝旨：斥责擅自起兵，念收复幽州，或有微功，要求降报朝廷，以待后命。钦此。王爷，请接旨吧。杜侍郎，圣旨指本王听明白了，不过接旨前有一事请教。王爷请讲。昨夜有4名刺客潜入，皆身怀秘术丹药，可短暂提升至陆地神仙之位。不知杜侍郎一路可曾听闻，北境有何势力能派出此等阵容？朝廷是否收到风声？竟有此事，下官离京未闻，王爷可安好？刺客可曾擒获？有劳挂心，本王无恙。失手送与麾下一位善料理的前辈研究了，想必此刻该吐的都吐干净了。王爷洪福齐天，麾下能人辈出，此事下官定详禀陛下，请朝廷彻查，给王爷交代。交代不必，跳梁小丑，本王自会处置。杜侍郎远来辛苦，请设宴为侍郎接风。王爷收复幽州，不知如今城内民生恢复如何？北洋军的下一步又有何打算？幽州百废待兴，本王自会料理，不劳朝廷费心。侍郎大人，北境民风彪悍，规矩自与中原不同，幽州情状一切皆在王爷掌握之中，大人不必忧心。北阳，史万成醒了。都侍郎，赤袭急报，北方50里发现北蛮大规模骑兵向燕山关增兵，
末将需即刻处置，失陪。杜侍郎，请。些许蛮夷，秦将军足以应付。我们继续饮酒。王爷，北蛮势大，近年来国库空虚，处处需用钱粮。陛下之意是望王爷暂稳幽州，待朝廷筹措妥当，再图北进不迟。侍郎大人用心良苦，然则北境沦陷80载，80年来，朝廷可有1年记得这片故土？可有1策真正着眼于收复？可有1分粮饷是专项用于北伐筹备？先生此言，朝廷自有难处。北境牵一发而动全身，岂可轻言战事？难处，是维持现状的难处，还是苟安一时的难处？80年，足以让热血冷却，让记忆模糊。14州百姓被蛮族践踏，祖坟被毁，祠堂被焚，日日泣血，又有几人放在心上？王爷此次北伐，未请朝廷一兵一卒，粮草军械皆北凉百姓自筹，10万新军自带干粮，弃耕从庸，阵前斩将夺旗，是王爷身先士卒，将士用命。朝廷未助分毫，如今幽州护夫却谴责擅自起兵，或有微功，要求降报。杜侍郎，这公道吗？王爷所言虽犀利，却亦有理。朝廷确有不足，北境移民之苦，将士用命之功，天下有目共睹。然则王爷，陛下与朝廷亦有难处。南疆不稳，朝廷空虚，王爷收复幽州，功在社稷，利在千秋。下官前来，也不过是代表陛下表达关切与商讨之意。朝廷的难处，本王略知一二。北伐幽州，未敢劳烦朝廷，但幽州光复不过第一步。北蛮占据我14州80年，罪恶滔天。本王既已举旗，便无半途而废之理。诸位，继续饮宴。杜侍郎远来辛苦，也尝尝幽州本地菜肴。先生见识超卓，对朝堂天下事了若指掌，钦佩不已。不知高姓大名，何处清修？山野之人，姓名不足挂齿，蒙王爷不弃，在此整理文书，抄写杂物，混口饭吃罢了。以先生之才，若愿出仕，下官愿引荐。前经那潭浑水，用极看够了。在北疆，能亲眼见被解救的百姓重获生机，能参与光复故土的伟业，比在朝堂勾心斗角更让人心安。北秦长公主迎月求见。请他进来。长公主远道而来，想必不只是为了看本王这里的热闹。幽州光复，3箭定乾坤，如此大事，震动北境，本宫自然要亲眼看看，那个搅动天下风云的北洋王究竟是何等人物。看过了，殿下以为如何？其力精深，落子果断，气魄惊人。赵氏血案具大义，剑圣残剑震江湖，白发老兵凝军心，3箭定幽州。王爷这一局，不只是收复一城，更是在天下人心里种下了一句话：北洋王不可敌，北伐乃天命。殿下过誉，本王所为不过是替北境枉死之人讨个公道，为沦陷的故土尽一份心力。好一个讨公道！王爷讨公道，便让10万北方军从边军残部变成北伐王师，便让大前朝廷进退失策，让北蛮与我大秦都不得不重新审视北境格局。
只是不知王爷下一步是继续北上剑指14州，还是该先看看身后有没有黄雀在后。殿下似乎很关心本王的下一步，莫非北秦也想在这北棋盘上落下一子？天下如棋，众生皆子，王爷是难得的一手，本宫自然要来与王爷手谈一局。那在殿下看来，这局棋该如何下？北蛮不能再一家独大，但大钱也不能一家独强。谁占主动，谁分得更多，就看谁手里的筹码够重。殿下想让本王停下，或想与北洋共分北境之力，可以，但殿下手中有什么筹码能与本王对弈？第一份筹码，北蛮王庭内部，太子与三王子争位已趋白热化。燕山关守将是三王子母族之人，可他的副手已被太子暗中收买。云州守将贪财好色，数州守将则与王庭萨满有旧冤。这些情报够不够让王爷的北伐之路少些阻碍？第二份筹码，大前朝堂之上，主角派正密谋串联，欲让镇北侯宇文飞西凉马跳，在北伐关键时刻断你粮道，扰你侧翼。主和派中也有人暗中接触北蛮，想行驱虎吞狼之计。至于他们安插在北凉军中的棋子周通，近日已有异常联络。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第三份筹码，王爷可知北蛮为何能占据14州80年？除大前自身腐朽外，更因北蛮王庭背后一直有隐月神功支持。本王略有耳闻。隐月神功想要的从来不止北境，他们是王朝兴替，众生生死为祭礼。北蛮不过是他们明面上的棋子之一。王爷此番北伐，已惊动神功真正古老的存在。据本宫所知，已有暗月使者南下，他们的目标恐怕不只是阻挠王爷北伐那么简单。殿下这3份筹码确实够重，不过对弈需有规矩，合作需有条件。殿下想要什么，又愿意付出什么？本宫想要的无非8个字：君临天下，四海升平。本宫能付出的也无非8个字：山河为界，共擎新天。张公主，你这局棋越来越有意思了。这已不是谋逆，而是改天换地。哼，殿下好大的手笔。王爷以为如何？秦将军，若依殿下所言，北秦倾力助我，你觉得北凉需要多久才能入主清灭南襄分西楚？若有北秦情报物资兵力策应，末将有把握1年稳境7州，3年练出30万铁骑，10年之内问鼎天下。10年，秦将军还是太保守了。殿下这局棋确实精妙，以7州之地为饵，诱我北凉替北秦火中取栗，扫清北蛮，消耗大钱。等我北凉拼得元气大伤，殿下坐拥北境7州兵强马壮，届时这天下究竟姓苏还是姓嬴，恐怕就由不得本王了吧。王爷果然目光如炬，不错，这确是嬴月最初的考量。不过，王爷既能看穿此局，自然也该有破局之法。嬴月今日来，不只是缔盟约，更想看看王爷手中是否有能让我北秦真正放弃黄雀在后之信的更大棋盘。殿下想看本王的棋盘，芍药。奴婢在。取我房中那卷好以堪舆图来。那不是寻常山河图，图中不仅有大前、北秦、北蛮、西楚、南疆，更有北冥冰原、远古巨人彝族、西方城邦、东方海外诸岛、南方未知蛮荒。这是一张囊括已知天下与无尽未知的黄羽全图。殿下眼中燕山黄河以北7州已是值得倾国谋夺的疆域，但在本王眼中，北境14州
不过是我人族复兴重归美誉的起点。北蛮戒血之际，其背后的隐月神功才是真正窥视我人族的域外阴影。前经腐朽，早已失了先祖开拓八荒的气魄。本王要的不是一个前经，不是中原一地，甚至不是这图上已知的疆域。本王要的是，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我人族疆土；凡异族神魔所惧，皆为我族铁蹄踏破之地。重现上古荣光，开拓万世太平，这才是本王的棋盘，这才是本王要下的棋局。上古之风，先祖之志，王爷，此方为真英雄，真豪杰。所以，殿下，你问本王手中是否有能让北秦真正共赢新天的棋盘？现在，本王给你看了，这盘棋很大很难，对手也不止隐月神功，不止北蛮大钱，但前途也光明万丈。这盘囊括海域，关乎人族万世气运的棋，殿下敢不敢下？你北秦是只想做一方偏安的霸主，守着那点基业，还是愿与本王一道，为我人族打下一个前所未有的煌煌盛世？疯子，寰宇围棋，人族复兴，开拓万世太平，这已经不是野心，而是神话般的狂想。可偏偏说出这番话的人是3剑定幽州背水镇神仙的北凉王，他凭什么？他身后究竟站着怎样的存在？疯子。此乃寒渊阵风之印的续影。3000年前，人族鼎盛，寒渊自北冥之笔涌出，欲以永迸死极之意封封北境。人族先贤集72地煞之力，布周天星斗大阵，与北冥之眼射枪，护我北境3000年安宁。200年前，封印出现裂痕，寒渊死寂之气外泄，北蛮大汗得其一旅，借此统合草原，只见王庭。此后，北蛮历代大汗与核心萨满皆暗中汲取寒渊之气修行，功法渐染阴寒死寂，性情也愈发残暴。80年前，封印裂痕扩大，恰逢大前内乱，吾辈宗旨，北蛮借寒渊之力，战力暴涨，才得以连破雄关，夺我14州。而影月神功，其根源与寒渊同出一脉，他们是上古时代窃取寒渊本源，并与之共生异户的背叛者。他们潜伏北冥深处，以众生怨念为资粮。北蛮不过是他们放在明面上的头羊。北秦王族秘藏中，确有关于北冥寒渊与上古封印的零星记载，可那些记载早已被视为荒诞传说。如今，苏清南却当众唤出了阵风符文，他到底掌握了多少上古秘印？现在，殿下还觉得本王是疯子吗？还觉得以北7州值得你北秦倾国谋夺，甚至不惜与虎谋皮，与影月神宫那些视人族为食粮的异类暗通凶辙吗？你胡说什么？阁下身上的气息虽然以北秦皇族龙气遮掩，但本王引动阵风残影时，你体内那股影月之力可躁动得很。怎么，暗月尊者何时屈尊降贵给北秦长公主当起护卫？还是说北秦皇族早已与神宫有了合作？你到底是谁？为何能引动阵风之印？又为何能看破本尊根脚？本王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影月神宫的手伸得太长了，北冥寒渊的封印也该重新加固了。狂妄！阵风之印早已残破，寒渊即将苏醒，我神宫秉承天命，当主宰此界。尔等蝼蚁，安敢妄言天算？不可！你的对手是我，纯净的玄冰本源，你是冥妖一族的余孽。他的气息不会错的，今天阿离要给族人报仇。诸位观众老爷能看到这里，看来也算与本王有缘。虽然本姑娘还没报仇，不过还是谢谢你们看到最后一集。北凉棋局才刚刚开始，影月神宫、寒渊旧院，还有我族仇都还没完呢。第2期再会，敬请期待，不许偷偷跑掉哦。